2024开年丧尸片巨制，印度电影《赶尸人》震撼来袭。丧尸，你可能见过傻的，见过呆的，但超高智商会用枪的，你绝对没有见过。这么浪漫的时间刷到，还不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一起观看，一起浪漫。故事开始，因为一段封闭100年的隧道，开发商要再次扩建，见当地百姓不同意，于是就找来雇佣兵，拳打脚踢，强制转移。没一阵功夫，他们就跨过阻拦，达到隧道前。可这里竟还有13个村民，在一名神婆的带领下死不离开。Come on, it's Panjeko. मैम, ये नक्सली कुछ अंधविश्वासों की वजह से हमें अंदर नहीं जाने दे रहे। शील्ड बनकर हमारा रास्ता रोके हुए। इस पहाड़ से रावला भूत बनता। इतना केले मत, केले मत。小队长见状，询问开发商，谁知这禽兽见周围没有监控，悄悄引爆一枚炸药，造成村民率先开火的假象。雇佣兵们本能反击，将村民们全部击毙，只剩下2个活人被强制控制。清理完现场，开发商丧彪高兴坏了，立马派工程师进入隧道中勘察。本以为是发财机会来了，殊不知灾难正悄然降临。3个小时过去，工程师们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主动联系，隧道内也毫无回应。正当众人纳闷时，让人恐惧的一幕出现：一名工程师手捧内脏，颤颤巍巍跪倒在众人面前，是野兽还是鬼怪？竟然有这样的能力，恶心、颤抖、恐惧。小队长见状，全副武装带人进入其中搜查，留下一部分保护丧彪。为了安全，小队还全程佩戴摄像头。可2个村民仿佛知道什么一样，趁众人没注意，转身悄悄溜走。刚进去50米，小队发现一面英国国旗，以为是殖民时期遗留，倒也没注意。可捡起来的同时，周围就出现诡异的人影，紧接着信号就开始断断续续。कैमरा भी स्टार्ट हो गया।当惨叫声结束，原本6人的小队只剩下2个重伤成员，身体奄奄一息，精神早就被吓到崩溃，说不出半个完整的句子。当他们来到副队面前，伟哥站了起来，又带来5名兄弟进去营救。隧道中好像没发生任何事，寂静的出奇，寂静的可怕，直到看见小队长头顶上才传来响声。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怪物撕开，大快朵颐。这画面简直太美，不敢看。伟哥带着仅有的2人冲出隧道，本想驾车逃跑，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凶猛的子弹。难道怪物也会用枪吗？小队来不及思考，朝着树林的方向狼狈逃窜。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栖息地，大门却紧紧锁住，里面躲避的正是那2个村民。无论说什么都不让受伤的人进。可就在争论中，新的问题出现了：人死后真的会变成丧尸吗？丧尸也会有意识吗？有意识也会有智商吗？谁也没想到，这群丧尸竟然会用火枪。伟哥找到队长了解情况，但重伤的他仅仅过去1个小时就头发花白，像是被什么抽干了生命力，神志不清，什么也回答不了。因为同行进入隧道的几人也因为伤势过重，已然断了气。队友将他们安顿好，十分悲伤，但转过身的功夫，却看到尸体竟然在动。听到声音，伟哥赶到现场，可这里除了刚被袭击的队友，2名伤员的尸体却离奇消失。他还以为是那帮村民出手报复小队，将尸体偷走，便立马找上门。谁知对方毫不设防，只是让看好好看看。刚才的战斗中，开发商的妻子不幸死去，被村民带回来，钉住4肢，却还在张牙舞爪。原来被丧尸杀掉的人也会被同化成丧尸，只有烧掉尸体才是唯一安全的方法。你哥们儿估计现在跑得跟博尔特一样快。亲眼看到这样的场景，伟哥已经吓傻了，哪里还管什么拜把子兄弟？当即回到家中，一把火烧掉尸体。这一幕被其他队友看到，还以为伟哥被洗脑了，直到另外2个死去的队友站起来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几人用尽方法将
将2只丧尸制服，烧掉尸体，和村民站在统一战线，这才知道真相。据说这伙丧尸来自1760年，一名英国将军带领士兵在修建隧道时被反抗团伏击，活埋在其中。人之将死，必将疯狂。将军竟然用亲生儿子献祭，召唤邪恶的山神，制造出一支活死人军团。不过幸亏村民们也发现对抗方法，撒上骨灰和盐粉，在隧道入口设下阵法平衡。就这样持续了上百年，直到贪心的开发商出现，让这场浩劫降临人间。故事讲完，全场陷入一片寂静。但就在这时，天空飘起大雨，熄灭燃烧的图腾。丧尸军团失去限制，开始春风吹战鼓擂，大喊：“我们丧尸怕过谁？”看到这样的情况，屋内的人们吓坏了，架起武器，严阵以待。本以为是场死战，但丧尸军团走到门前，却迟迟没有开枪。原来他们目前还无法走出深山，除非用少女之血献祭，才能彻底解开封印。看向身边的女儿，丧彪恍然大悟，丧尸们害怕意外伤到他，才没有动手。他挠挠大光头，开始思考突围的方法。但这时， मेरे को देखा वो एक आदमी है पापा वहाँ तो कोई नहीं है पापा वो देखो पापा वो एक आदमी वो 听到枪声，小队立马赶到现场，发现那人正是小队长。刚才还重伤的他，现在已经看不出半点伤势。但他拿到指挥权的第一件事，竟是让小队交出女孩。这样反常的命令，队员当然不肯干，和小队长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殊不知，现在的队长早已被丧尸控制，眼看和谈不成，将军派出丧尸扰乱队伍的防御体系。但清楚丧尸的目的后，队伍出奇的团结。一番交战下来，根本不给他接近女孩的机会。恼羞成怒的将军又派出队长，口出妖言，试图让女孩开门。 मैं हूँ सैंडी दरवाजा खोलो बेटा मैं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तुम ठीक तो हो दरवाजा खोलो सैंडी मैंने कहा दरवाजा खोलो 但都说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当小队长放弃交易离开，窗台边竟出现个熟悉的身影。没错，正是恶毒的开发商。此时的他已经丧心病狂，竟然要和将军做交换，让自己也获得能够永生的能力。两人的龌龊交易很快达成。开发商让女儿打开门去拿个外卖，但透过监控，小女孩看得一清二楚，当然不会相信这种鬼话，关上门，说什么也不肯打开。而在众人的劝阻下，小队长也幡然醒悟，出面阻拦开发商的荒唐，却被他一刀砍向脖子。其他队员还没反应过来，丧尸已经冲进房内。虽然看过这么多丧尸电影，但这样血腥残暴的我还是第一次见。透过监控，他们看到队长被活活生吃，但来不及悲伤就要拿起武器。小队员火力全开，可打不中脑袋，对丧尸来说如同挠痒痒一般。很快，3名队员就被尸潮淹没。伟哥知道这次猛攻的目的就是屋内的小女孩，眼看形势不对，立马去保护她。但与此同时，他就要被吓哭了。 紧要关头，伟哥及时赶到，在女孩面前杀掉了她尸变的妈妈。虽然四周都是铜墙铁壁，可外面已经被丧尸牢牢包围。这时，对讲机中传来求救的声音，还有个队友说藏在另一间房，却不知该怎么行动，出去还是等死。现在的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直到队伍中丧彪的助手讲话，他本是工程师出身，看现在房间的材料，可以制造一门化学大炮。如果瞬间开火，很有可能杀出一条生路。眼看没有更好的办法，小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砰的一声，果然炸出一条生路。仅存的战力抓住时机，快速清理出一条求生之路，也及时救出散落的队友。一番商议，他们认为擒贼先擒王，如果不干掉将军，丧尸还会再次来袭。趁着夜色，小队架起大炮赶到山脚下，然后找到足够的炸药绑在布娃娃中。如果假装献祭女孩，吸引将军到来，这个计划很有可能成功。这时，对讲机再次响起，附近的驻军收到他们的信号，派2名士兵前来查看。可还没来得及交代丧尸的情况，信号就突然中断。看来不出意外，2人就要出意外了，机会就在眼前，小队当然不想错过，立马朝着来路的方向进发。虽然救人是假，但想要车是真的。与此同时，2名士兵看到尸潮，还以为是热心村民，谁知刚上前就被吃得一干二净。
可突然，丧尸的动作停止，仿佛收到了什么信号，朝着隧道的方向跑去。原来将军已经感应到女孩移动，要将他们在隧道内全部杀死。丧彪认为这个计划很好，抱着炸药前来拍马屁。可没想到，将军从没有正眼看过他，怕他扰乱计划，直接关进笼子里当宠物。在小队的保护中，女孩很快就要走出隧道，但因为刚才的战斗，伟哥不幸负伤，脑海中一直出现将军的声音，让他好几次都没忍住要向女孩动手。幸亏最后一秒，理智成功战胜身后的声音。伟哥掏出枪，对着将军不断射击，逼得他不断败退。队友也成功找到汽车，冲进隧道，撞出一条血路。结局好像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可趁着伟哥不注意，将军再次爬了起来，对着他狠狠撕咬。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伟哥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女孩，用自己当做引子，吸引丧尸攻击。临死前还把炸药的遥控器扔过去，让女孩引爆炸药，快点离开。这大概是他这辈子做的最难的选择。而在另一边，开车队友听到响声，回头一看，隧道中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开上车，几人成功逃走。不过这样难道就结束了吗？广播中传来消息，更可怕的灾难悄然降临。原来当初被感染的可不止陆军，还有不少海军部队正在袭来，而他们都是和将军一样的丧尸。愚蠢的市民还以为是活动，傻傻的站在港口欢迎，殊不知将成为丧尸的自助餐。如果有兴趣，第2部就在路上。